香。这个糖吧。嗨，谢谢 Costa 的丘比特顺 Q。你干嘛？你今天做哑巴？你说。说。好这样啊，就为什么我的上面没有？嗨嗨嗨，晚上好啊！今天有点事想跟大家说。水星。好事。不好不坏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好事。确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好事。所以现在就说还是再等等再说。好吓人啊！你们又觉得吓人了？好搞笑啊！这不是来开发布会了吗？谢谢小 M 的皇冠。不开要吵，开了又吓人了。呀，秋衣露出来了。紧张什么？不是你们想看的吗？对啊，想看的就来呗。又开始害怕了。双 Q。谢谢见面皇冠。这么甜，甜什么？甜在发布会。不行，不蛋糕太远了，看不见，看不见字啊。多一点点。那你把它往前。先说我们还是好朋友吧，谁跟你是朋友了？晚上好，晚上好。太烫了，那个哪看？现在烫吗？今天什么日子？今天是一日心愿的日子。谢谢入梦的高级马卡龙。今天拍了一日心愿。要开什么发布会？谢谢你的高级马卡龙。他不严肃啊。什么盆？他们说是盆景。现在算是吧，他长大了就不是吧？是吧？现在给他换一个大盆。现在的盆已经很大，我们已经给他入住了豪华套房。等他再长大一点，叫他再大一点盆。
谢谢红坤，谢谢见面的皇冠。咋了？咋了？就是根据这么久以来大家所有的发言，跟态度，就是我觉得是时候应该出来说一说。就是其实大家觉得，对于表态啊，这种双人直播说这些事情是你们可能觉得很容易，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其实非常难，因为我们要想好我们到底要说什么。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特别容易就是被曲解。对，就是做这行的，就我们说什么话都容易被恶意的解读，所以我们很难就随便说什么话。所以每次如果我们真的想去做这件事情了，我们必须要想好一切。所以理解吗？不是说两个人脑袋一热就可以开就可以说的。我没有觉得大家很理解我们，就是一直以来都是一有什么就会让我们出来说话，之类的。其实有的时候，其实之前也没有，也尝试过出来说话，但是出来说话，就是也怎么说呢，并不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每个人心里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他对你说的话的解读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必须想得很全面。但是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我们两个人就靠我们两个人也很难去把事情想得很全面，所以很多事情只能慢慢的构思，慢慢的去想。但是就是一直到现在，我们发现这个情况就是有一点点愈演愈烈了，就是我觉得可能没有办法再去拖，所以也确实到了硬着头皮上的地步了。其实说实话，我们之后想讲的这些话呢，我们也没有考虑的很全面，但是确实也是我们这段时间一直琢磨出来的一些想要表达的观点。就是这段时间我们的感受。只要你们两个好，我就是现在问题是我们没有觉得大家希望我们好好的。我知道就是不希望我们好好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但是他们的影响力确实有点大，因为现在也慢慢的把整体的风向带的有点偏，所以导致很难不受到影响。而且有的时候我们接收到的信息和大家接收到的信息也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有的人说希望我们好好的，但是怎么说呢？如果一直没有办法，就比如说有的人一直希望我们出来说话，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不全面的直接来表达什么，然后他一直也接收不到我们这种信息的话，又开始慢慢的就是，哎呀。不是啊，怎么说了？不好意思，我刚刚看弹幕，我没有搭上一条线。怎么说呢？就是慢慢的会被受影响吧，懂吗？就是会受影响。Thank you。我觉得讲的有点太委婉。就是刚刚有人说觉得是我们想太多，我觉得不是想太多的问题。如果这是我们直接接收到的信息，并不是我们想太多了，是我们翻牌、私信各个方面都会接收到的信息。就如果真的只是
一小点儿的话，我们也不会就拿出来说事儿，因为咱们在这儿，咱们都已经7、8年了，都是老艺术家了，没有必要因为这一点点言论就是搞成这个样子。但是因为实在接受的东西太多了，我觉得，而且我觉得我们接受到的话，我们也可以自己去消化嘛。但是现在是影响的是大部分的粉丝群体，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就是看着你们被影响，然后逐渐被带歪带偏。但是不，怎么说呢？就是这样对我们相处的，就是我们和正常的粉丝和不正常的粉丝，就是这样子也会影响我们之间的相处。我们从昨天列的东西一点一点来讲吧，然后再做总结上。好，那就讲第一个，我们就是因为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要想讲的嘛，就是关于窥私欲和乳追这2点。我们先讲我们第一个想讲的点，就是很多时候感觉大家都挺，就是一小部分人都挺莫名其妙的，就是你做什么东西，就我们两个，比如说我们两个做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们一起发个抖音，发个双人微博，或者又是我们一起出去玩什么的，都要说我们是为了利益。然后你不做的话，你什么都不做，又要说我们是为了利益，就是做也是为了利益，不做也是为了利益，就是无论哪一面都是感觉利益至上。但是这是他提前在心里给我们打好了这个标签，然后又说是我们的做法让大家这么觉得。对，我们一点一点的来说，有很多问题哈。这不是营销号带的节奏，这是真实的我们自己的感受，而且就是那些乳追的粉丝，他们就是这么觉得的，来自私信跟翻牌的感受，不是说一些营销号或者一些乱七八糟的渠道。如果是营销号的话，是根本就不用在乎的。我们都在一起我们在这个团里这么长时间了，对吧？然后，接受到的很多。笑什么？没有，就突然想笑。接收到的很多负面信息，一些营销号的带节奏的东西。笑什么？因为他们在笑，我就想笑。笑什么？你们笑什么？接收到的很多负面信息还是挺多的，就是这种带节奏的话，对吧？谢谢黄瓜。然后就是这种带节奏的话还是挺多的，就是所以这种如果是营销号或者是无关人员带的节奏的话，就比如说可能我们23年会在乎这些无关人员的一些带的节奏，但是现在是25年了，确实不在乎，就是那些不了解我们的人。干嘛？我拿个水。不了解我们的人带的节奏，说正事儿呢，别在这笑。懂吗？是因为不是那些想要带节奏的人说的话，所以我们才会认真的来说，是真的是，就是有我们的粉丝喜欢我们2个人的粉丝，也不能叫喜欢我们2个的粉丝吧，就是那些人，他们就是这么想我们的，对吧？我也不知道，我喝了口水就没搭上线，我又不知道你在说啥，反正是这个意思吧。就是并不是因为就是那些无关人员想要带节奏的，也不是那位营销号想要带节奏的，就是有人是这么觉得，就是有那些又要骂我们又要喜欢我们的人是这么觉得的，是吧？然后说多了的话，感觉就已经变成了主观印象，就已经是贴的标签了。
是吗？嗯。对啊。我觉得对于出坑这件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说是他们在带节奏，我是觉得风向就是变，就是本来也不会有这么多人。就比如说我们去干一件事情，大家都觉得很好，但是总有人在那挑刺，挑刺的人慢慢的影响到了，就像是一个草莓，就是你今天买了一袋草莓，然后有一颗草莓它发霉了，然后到了第二天就都发霉了，你能明白吗？是这个道理。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我们接收到了一些信息，我们觉得自己被影响到了，我们可以向对方去求证。但是如果你们接收到的信息，你们向我们去求证，我没有办法给你们去证明一些什么事情的，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的。我们不可能你们给我发一点私信，我们就直接在口袋上下场吧。而且有些很小的事情，说实话，也不可能什么事儿都要去解释。那这样子的话，解释了一件就有100件。我们面对的也不是个体，我们面对的是群体。有一个人有疑问，也有100个人有疑问；有一个人有一个疑问，可能有100个人就有300个疑问。那我们该怎么解释呢？是吧？这么好笑吗？我可没笑你的草莓，你这么笑我。怎么了？100个人有300个疑问，有什么问题吗？一个人有3个疑问，100个人就有300个疑问呗。算出题的那种。好，继续。是这个意思。嗯，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什么东西都是去解释全面的。但是都说了，这一颗发霉的草莓就会影响到这一袋草莓，对吧？老鼠屎。好，继续。这个问题讲清楚了吗？这个问题你们听清楚了吗？你们听明白了吗？理解清楚了吗？没。有人说没。明白了。我觉得想要明白的人自己会明白的，装傻的不明白的那也没办法了，因为我们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了。就是其实我们要的很简单，就是我们去，其实我跟他都是挺叛逆的人，就是对于很多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如果你们一直否定我们，就是对他进行一些恶意的评价，我们就会觉得不想再去做，懂吗？如果我们得到的是正面的反馈的话，我们会觉得有人支持我们，我们就会去做，就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这么简单的道理，懂了吗？你越说，我们就越不去做。第一点清楚了不？好，还有第二个，就是关于我们吵架的问题。就比如说有一天我们可能吵了10分钟的架，就这个架从头到尾就10分钟，10分钟前再吵架，10分钟后就好了。但是这个事情要是让粉丝知道了，那就不得了了。要是让你们，要是也不能说个别人，要是让一些人知道，那就不得了了。他们就要开始当判官了，要开始评判了。对，要开始说谁对不起谁，谁错了，要么就是我对不起他，要么就是他对不起我。然后就根据这个时间点前发生了什么，时间点前后发生了什么，在那开始臆想，开始分析。笑什么？没事。你说。你说。
就是我觉得吵架这种事情本身，我觉得吵架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人是会不吵架的。然后我觉得只有同事才不会吵架，同事也会吵架，同事都吵架。会啊，同事是很客气的，不会啊，就是人与人之间就是会进行一些矛盾，进行碰撞的。不会啊，同事的话就是总是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啊。好，好，那继续说，就是对啊，吵架这个事情是很正常的。我们不想说，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可以解决好，就是我们又不是不长嘴的人。但是要是让一些人知道了的话，就开始当判官，就开始谁对谁错，开始臆想，开始脑补，然后开始代入，然后每天就要给你发私信，什么时候 BE， 什么时候 BE， 什么时候分开，什么时候变成陌生人，然后甚至每天都给你打卡，今天 BE 打卡。我去，你是谁呀？你是什么东西啊？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啊！你笑什么？是吗？继续，请问呢？对啊，你什么玩意儿啊？你照照镜子，关你屁事啊！小心点，我的拳头可不是面的。听到了吗？真的，我觉得本来是很……哎呀，我在正经说话，你在这笑什么？能不能好好听讲？我都忘了我刚刚要说什么，提醒一下。刚才骂不知道骂到哪儿了，你们什么东西？继续，已经没有那个情绪了，已经骂完了，已经没有这个情绪。关你屁事！到这儿了，继续。对，关你屁事。没啦。没了。你补充。你看我之前的愤怒呢？没了，已经愤怒完了。辱骂吗？我刚骂完了呀。猪血窝囊。那你骂。给你机会了，想一想，回想一下，当时愤怒。去。早知道搜一下怎么骂人了，真的是。对，纳米雷霆也是雷霆，好吧？反正就是别太把自己当回事，成天找点自己的事情做做吧，掺和别人的事，真的是闲的你。互联网上披层皮，真把自己当个人了。哇，好会骂呀！刘笑宇，我好会骂呀！有没有觉得我好会骂？你看我刚刚那句话，有没有觉得我好会骂？哇，太厉害了，真棒！好，我刚刚说到哪儿了？瑞金刚刚说到哪儿了？看，鼓励你骂人了，谢谢，谢谢你的鼓励。没人知道我刚刚说哪儿了吗？你刚刚就说了一下吵架这个，说人和人都会吵架的啊，就是人和人之间都会吵架的。我觉得，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很多遍了。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就是千万不要自以为是的掺和进来，或者自以为是的去分析一些事情，然后导致一些就是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些
一些什么的人，就是老是有问题的人，就是可能智力不高的人吧，也不是这么说，就是有一些，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大家应该都懂。对，就是他们就会自以为是的想要去帮你出头，或者是觉得自己很了解，就是反正很自以为是的去做一些自我感动的事情。然后又在那儿一直煽风点火的，让一些可能年纪不是那么大的，或者也不能把这个怪在什么年纪不是那么大的，也有年纪大的，但是心理年纪没有那么大吧？可能就是因为我觉得不是这么说，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跟你们的距离，就是我们本身就是有信息差的，而导致如果一个就是哪怕再理智的人，可能听多了就会信了。对，就是不能说他或者这里有问题啊，或者心智不成熟，只能说确实我们是有信息差的，就是你们跟我们确实，是很有距离的。但是我觉得有距离是对的，如果我们没有距离的话，那就太可怕了。还行，但是我们还行，距离也还是挺近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自己的事情就是要距离远啊。对，就是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事情，私人的事情，我们没有放在台面上的事情，就是跟大家是非常有距离的。就是大家也不要，就还是那句话嘛，窥私欲不要太重，然后也不要自以为是的去做一些自我感动的事情。而且，说实话，说句比较敏感的话，太多这种例子了，就是因为粉丝的掺和会导致两个人关系闹掰的。有这么多，就是大家可以，是吧？借鉴一下的吗？我不想再有这么多这种事情发生了，至少我不希望我再经历这种事情，很烦。我觉得太讨厌了。不是，是有的人掺和在里面，但是他怎么说呢？他只是为了自己的一时的感受，他根本不会管我们两个人之后的，就是我们两个人之后的发展，或者是我们两个人之后的相处。他只是在那个时间为了出自己这一口气，也并不是真的为了我们两个人好。他只是想要在这个时间自己说爽了，想要把自己的观点发表出来，让别人认同。对，他根本不会管我们两个人之后到底发展成什么样子，也不会管我们两个会不会因为这些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说，两个人的事情确实，我觉得就是关于或者是吵架，或者是其他什么的，我觉得如果是真的为了我们两个人好的话，是建议大家不要为了逞一时之气，又或者是想要发泄自己当时的想法，然后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局面。对，而且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我们也都长这么大了，没有谁是傻子。他们说我们在哪看到的？哇塞，那可太多了，好吧？那我们这个每天看不到，天哪，这就应该把这个每天收到的什么私信、什么东西全都发出来，给大家看看是多精彩。是啊，说实话，就是这些事情确实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想说，如果是真的喜欢我们，真的是为我们好的人，我觉得是可以避免一下的，因为
如果是真的想要为我们两个人好的话，我觉得是先三思一下。如果是其他那些就是专门想要来出这口气的人，那就算了，那也没办法了。少看这些，不希望你们一直被这些东西影响。哎，这个话题我们刚刚你说过了，我说了，我们刚刚说过的是，我们如果被影响到了，我们自己会去消化，但是是你们被影响到了，我们是现在不得不出来说话了。我希望这是我说的最后一遍。谁在说话？说了啥？不知道，我刚没看见。他们说什么上小号上大号的？不知道是不是刚有人说话？我觉得我们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别急行吗？好多点呢，你急什么？累了。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吗？你们觉得吵架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吗？谢谢，开个标点去比特，谢谢。说清楚了吗，大家？那些小号听清楚了吗？天哪，哎呀，这人消费不叫等就这是吧？他说少看点营销号比什么都强，我们已经说了100遍了。小耳朵竖起来好吗？这样吧，我们这环节现在是这样，我们把我们想说的先说完之后，我们再进行提问，行吗？你别搁这儿，哎呦，我不说话就好好听。你要是不想听我不说话的话，你就别搁这说你们说的这些话了，好吗？他说不想卖就直接避嫌，不卖鸡的大势 CP 和 BE 了有什么区别？小嘴巴闭起来，小耳朵竖起来，先听讲，再提问，好吗？我真服了，不想听就出去吧。我们开的是给能听懂人话的人听的。你要是听不懂的话，我觉得我们没有话可以讲。是，我们也不用讲这么多了。是你听得累，我们讲的更累。对，滚吧。唉，不留你吃饭了啊！以后有饭都别吃啊，滚！吵架这个事情我们说的够清楚吗？听明白了吗，各位同学？真要湿了。好的，下一个问题。听不明白自己就下去复习，好吧？看回放复习去。下一个问题，你先说吧，我都累了。你写的，你长篇大论你写的，我们两个一起写的。但是就是你，我让你写个大概，你噼里啪啦打这么多字，我真的看了都头痛。我说了也头疼，本来还挺想说的，但是一看到这些，感觉说了白说。至少有人愿意听得进去啊。我们又不是为了他们讲的。对啊，因为我们也说了，这个没有办法是直接没有什么想法就直接说的，我们也想了很久。谢谢。我们也想了很久，要不要沟通，要不要说。那我们肯定也要会把我们想要说的点写下来的呀。
你们觉得我们开一个这个想要沟通的是很简单的吗？我们开播前还做了半个小时的心理准备，是吧？前面的你们听懂了吗？好，那就下一个点，就是有一些人，他会把我们的口袋发言啊，或者是直播啊，或者是 MC 啊，什么其他东西，截图，然后开始断章取义，对，拿来曲解，甚至是那种，像那种更夸张的事，更有病的事，就把以前很久很久很久的截图拿出来，根本就不是这个上下文的意思，也拿出来，恶意的来去进行一些造谣。就是我觉得外面有人带节奏很正常，我不希望就是嘴巴上说着是喜欢我们的人，但是又要带我们节奏，不知道是不是屁屁。但是如果是这样的，如果嘴巴上说着喜欢我们，还要去做这种事情的人，那很明显就是坏人啊！为什么大家还会有人跟风呢？为什么这种都看不出来呢？所以他们不是真的喜欢我们，那你们也不是吗？是啊，而且他们有些的说法说辞根本就与事实不符啊，就是罔顾事实，或者以开玩笑的名义来制造一些争端，制造矛盾，然后就进行科普，然后还有很多人就因为根本不会有人，因为大家不会去真的去查，也不会真的去考究以前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只会他说了之后就信了，然后就开始妖魔化，觉得开的是开的玩笑，好笑，然后就真的变成了一些，就真的慢慢的就开始变成一些洗脑包。我不知道这些人做这些事情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对啊，甚至有一些人还会去跟风。喝水。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觉得我们讲的都是重点，反正就是希望大家还是，有自己的主见吧。还是想说，如果你们不开心，就不要让自己那么难受。如果你们真的喜欢，那就多多信任。如果你不信任的话，那你喜欢起来也会很难受的。没有必要让双方都痛苦。到现在还有人在这带节奏。不是我们是可以接受，就是有不怀好意的人，但是没有办法接受喜欢我们的人还对我们不怀好意，这是两码事儿。其实从头到尾都是一点，就是感觉太多人被带着跑。可是这也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你们老师剩下的话，算了，我们先说完吧，说完了之后再说这些。好，说下面一个窥私欲的问题，就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上一次我过农历生日，然后朱一新来给我过生日，但是他是怎么说呢？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那天就是一直有人给你发私信问啊问啊问啊问了之后我就知道了。然后他那天就让我去下楼拿蛋糕，我就去拿蛋糕了。然后我也一直没问他嘛，因为就是他不想让我知道，他也没说，所以我也没问他。我就在那想，就是也不太就是算了，就是怎么说呢？还要说，举个例子嘛，那就说了。但是然后他就让我去拿蛋糕，其实因为我知道他来了嘛，我就问他，你不来了吗？因为我知道他来了，对。然后来了之后，他说你知道，你真的，哎，你怎么说来着？他就说你真的知道了，反正就是应该就是感觉确实就是有很多人一直在说嘛。然后就是拿了蛋糕那天，我感觉他心情也挺，就是能看出来有那么一点儿，对，就是不太开心吧。然后，而且那天就是怎么说呢？然后我就问他是不是谁啊？你接一下。然后我就问他是不是有点不太开心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他说确实是。然后而且那天也就是怎么说呢？然后他的意思就是，哎，反正就是，哎，我去，这好难说。就是怎么，对，惊喜被破坏了。但是那天，然后就有很多人，就是这也不是这一件事情。就比如说，我们一起，如果我们一起出去旅游，或者是我飞过去找他，他飞过去找我，在这个之前，就会有一些人，他们就是会来给你私信，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想要来提醒你。
你们要发糖了。他飞过来找你了，你飞过去找他了，他们就会来提醒你，你们要发糖了，该营业了。然后那天就是他有点不开心嘛，然后我就说，那要不要说你来了？然后，然后竹心就觉得没必要说，因为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但是这些节奏就让我们之间想要给对方过一个生日，或者是又想要找对方玩，又或者是我们想要干嘛的所有事情都变味了。他说关直播好吗？反正都是 CP 粉的错，你们讲半天没有意义。那你觉得你这种行为是对的吗？等一下，我回个马老师消息。你的行为是对的吗？请回答你的行为是对的吗？我都可以报警抓你，你知道吗？补充一下吧，生日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没有办法给他过，阳历的生日，所以我在想，但是我觉得这生日是一定要过，对于我来讲很重要。然后我在想，要不然给他过个农历生日。当时我是在，应该是意面吧，我在那个意面外务，然后回广州的飞机上想很久，然后一落地我就买了，我就订了航班。我憋了好久都没有告诉他，我也用的是身份证。我不是说想让粉丝知道，因为我觉得我给他过生日，我又不是干嘛，我只是为了他开心，我又没在偷偷摸摸，而且大家知道可以啊，也不是什么大事啊，也没有说要藏什么的。然后就在我要出发的那天吧，然后突然间就所有人都知道，铺天盖地的到处宣传。以前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他们也只是偷偷的私戳，也不会像这次一样，所以我觉得特别难受。因为在我那个时候的行程里，这是我唯一可以做的最多的吧。补充一下，就是这些人怎么说呢，也不能把他打成我们的 CP 粉，没有办法上升一个群体，就是个别的人吧，也不要说的好像就是因为老是有人说什么引导我们干嘛的，因为当时我们的那天，因为我觉得他也好不容易来给我过生日嘛，那肯定是要，算了，不说这些了，说了就觉得无奈。反正就是总结一下，不只是这个事情，就比如说各种其他的事情也是，就或者我们要干嘛，或者是他来给我过生日之后，就会有人开始从头到尾开始挑刺。首先，侵犯隐私这一点，你觉得你做的对吗？然后结束了之后，打开手机，打开私信，全都是一些从接机
接不接机到晒不晒。你们已经破坏了这个惊喜，再去做就没有意义了。对啊，而且你们已经破坏了这个惊喜，你们还要再挑刺，从接机到晒，再到后面干嘛干嘛，出不出来说话，分不分享，不管是这个还是什么圣诞节，还是什么其他的节日，情人节、圣诞节或者是什么，然后又觉得如果晒出来的话，都是我骂出来的，幸好我骂了他们，他们才晒了。如果不骂的话，他们就不做。而且这个情况并不是偶尔。有的人会觉得太好了，我骂完了有效果了，以后要多骂一骂。对啊，甚至我们这次去，我们过年出去玩也是。那你觉得你每次都会这样，你还会有心情去做一些事情吗？因为有了之前的经验，所以当时想的是，先不着急说。因为我们一开始是到的南昌，想着到了之后再慢慢讲，但是马上又开始有人出来说了，然后我们就不想说，觉得说了的话，又是被骂出来的，他们又觉得自己太厉害了。如果提前说的话，又会说，又要开始觉得是我们的问题了，会怎么样？大家应该会有什么后果？大家应该也心里清楚，就不说那么直白了。就是我们做不是，不做也不是，不是不想去把很多我们的互动表现出来，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很为难。然后慢慢的时间久了，就开始有点，说真的有点不自然了。我特别不自然。我觉得我之前我们互动都还挺自然的，然后后来慢慢的是一个累积，时间久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在台面上互动了，是突然间就有种不会了的感觉，有点应激了。而且有的时候特别不自然的是，大家老是说我们是什么现在变得越来越怎么样的，但其实真的只是慢慢的累积的一个结果。而且之前有一次大规模的 CP 饭的翻牌提问，就是来问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我们因为太多人来跟我们说了，我跟他就
商量了一下，然后就直接用自己的话统一回复了大家。确实好了一会儿，然后又开始，而且是变本加厉的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的跟大家说我们的具体情况，但是就好不了2天，就反扑的更厉害了。然后就开始进行了你们所谓的大规模出坑，然后又接着疯狂的跟我们发私信说你瞧瞧你瞧瞧，各种，然后甚至上升到都是我们一手造成的感觉，甚至上升到一些人品的攻击。什么恶毒的话说什么，所以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算是什么，因为发翻牌的时候也确实是一些，也是会出现过的 CP 饭发的翻牌，所以你们要是说完全是私生的话，就之前我们可以觉得可能就都是私生的问题，或者一些乳锥的问题，但是突然间那些翻牌突然噼里啪啦的一阵，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认为了。所以我们就是分析了挺久，觉得可能就是这个风向的问题，确实大家都被影响了。而且我们两个确实都不是那种，怎么说呢？我们只会是，一开始朱一新也说了，说我们两个都是那种，你怎么说来着？反骨吧，对。所以我们现在在说了呀，所以我们现在来沟通了呀。那我们又不是很，就是因为知道还有正常的粉丝，所以现在在沟通啊。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去一下子就能很厉害的处理掉一件事情。我想说，就是大家磕 CP 也好，怎么样也行，能不能当做看一本小说或者看一部电影啊？你们只要去当好观众就行了，不要想来当编剧，行吗？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当观众，想当编剧，你就去玩游戏，或者你自己就去写书，你就去玩乙游，行吗？对。你想跟谁跟谁，想跟谁发糖跟谁发糖。故事想要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你可以自己写同人，是吧？困。
其实我们知道这次说也不一定会起到什么作用，但是至少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就是表态了。我们是希望你们能够知道我们的态度的。然后尤其是刚刚看到好多，我们都说了这么多，还在说我们不在意 CP 饭这种话。说实话，真是做什么都不对了，感觉。我们知道，我们做这一个行业，在这个职业，确实是要把生活展露出来一部分的，因为毕竟是主打的就是这个距离的近的一些东西嘛，对吧？但是如果我们每次展露出来之后，只会得到一些攻击，或者是人品上面的诋毁，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造谣，那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展露了。而且确实可能我们会因为长期以往的这些东西，可能确实是有一点连带到一些很乖的小伴了，但是我们也在努力的想要去解决，我们也觉得这样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也想开直播跟大家说清楚啊。还没说完呢，我去，都要12点了，快点，还要去练舞。下一个。说到点子上了，什么点子？刚刚这个吗？对啊，因为这些人确实影响到我们了，也影响到一些正常的粉丝了。那你们说不可否认，这些少部分人确实是真的影响。要什么？是一个是影响心情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挺多那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的，谁也不想被当傻子。对啊，下一个问题。唉，下一个问题。白说。没事，总是会有人能听懂的。说实话，这些无赖嘛是赶也赶不走的，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嘛，他可能也走不了吧。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今天是表达我们的态度的。就是刚刚有人说能多发点双人物料吗？我们才说完就来了这么一句。有学不进的同学呢，能帮就帮一下，帮不了就踢出去吧，别折磨了。
别互相折磨了，行吗？还有一点吧，就是因为说实话，跟这些人一起来揣测我们或者是讨伐我们是没用的，你也是逼不出来的。对啊，表达的很清楚。没有声音吗？你补充。补充什么？说完呀。知道了。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都挺清楚的，实在是听不进去的，那我说再多也听不进去。反正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相处，不要再觉得我们做出来的就是大家辱骂出来的，我们不会是因为大家对我们进行辱骂而有任何的行动的。对。而且有的时候骂人的话说出来了，伤害人的话说出来了，都是收不回来的，因为你的伤害已经造成了。可能下一次你们这一次骂完了之后，下一次在我们两个或者是一起双人直播，一起发个什么，一起营业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又上头了，又好了，你又会觉得挺好的。但是你当时骂的说的这些话，确实是收不回去了，那确实是留下了这一根刺，这样只会让我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只会把我们之间越推越远。就是现在之所以是这么个情况，确实也是恶性循环的这么一个结果。但是我们现在能制止就制止。因为我们也觉得这样子确实不舒服，我们也会觉得不舒服，就是我们平时的相处，自己会觉得不舒服，然后，也不想让大家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放在台面上，并不是因为你们一些原因，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原因，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些问题，对啊，导致的。就想跟大家说清楚是什么问题导致成现在这样的局面的，然后希望大家我们就可以一起去解决，然后找到问题去突破它，然后我们就重新开始。也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再去跟随这些人，不要去附和他们，也不要去给他们存在感。这些人爱博眼球，爱找存在感，爱给自己演戏。我觉得没有人搭理，他们应该也不知道是不是打不死的小强。但是没有这些人，不去附和这些人，我们和你们只会越来越好的。我希望就是在今天的直播之后，大家可以擦亮自己的眼睛，努力去辨别自己身边的一些同担的发言。如果有不好的，那你们就出警这个人，给他标狼打。我们就把自己身边的一点点的
一亩三分地做好。那大家，我们这个虽然叫小办，但是我们这个群体还是很庞大的，是不是？不然也不会拿到，是吧？所以把自己身边这些不好的东西清理掉，我们就会越来越好。我们也会慢慢调整的。是的，其实我们也在努力了。继续发电。但是我觉得，如果马上恢复到之前的状态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太久了，很久。其实我们持续这个状态真的是因为太久，现在实在是没办法了，所以我们才出来说，不然确实是太影响了。我觉得我们这次说的很清楚吧，从原因到我们的想法，到我们之后想要去怎么解决、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刚刚不是说了吗？真的是3、2、1，疲惫啊！唉，人和人的沟通有时候没有用。好了，我们真的要下了，我们还，唉，反正就是给大家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因为我们还要排练，还要自己要扒东西，还得吃会儿饭，吃宵夜。最后再说一下解决方法，就是我们确实也在努力调整自己的这个状态，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马上到达一个浓度非常的高的这么一个位置。那你说这个人受过创伤之后，那他也需要慢慢的恢复呀，是吧？这是很正常的。然后我们既然已经开了直播，那就说明我们是有自己去调整的这个心的，所以就希望大家对后面还有很多双人的，就是活动一些工作，那慢慢的肯定该有的都会有啊。还有就是希望大家的意思。好，那就先别说这些，就是解决方法，我们也说了，我们表达了我们的态度，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再跟着去附和，去给他们这些爱博人眼球的人一点关注度或者是存在感。慢慢的，没有人关注他们，没有人理他们，他们没有存在感了，那也就是都会越变越好的，对吧？然后以后的事情，我们也有以后可以，我们也可以慢慢调整啊。我觉得我们已经在调整。我们今天这个直播是在调整，是想要跟大家讲清楚的意思，是希望大家明白我们的态度。对，我们态度是希望我们都可以好好的。我觉得愿意沟通就证明大家的感情都是有救的，是吧？好，谢谢戒毒波特的发电，谢谢刚刚的发电，谢谢大家的发电，谢谢大家礼物。好了，我们要下了，我们要关了。再跟他们一些不太聪明的说一下这个解决方法。刚刚说的很清楚了。谢谢轨迹的皇冠，就是你们擦亮眼睛啊，自己知道，不要狼打。反正如果有不好的发言，你们就不要狼啊，你们就冲着这个人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就是是不是心怀不轨，把他抓起来拷打。如果他愿意走，那就放他走；如果不愿意走，那就狠狠的收拾他。对，头都说晕了，太难了。对啊，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这么简单，懂吗？不难，并不是我们不在乎你们，也不是我们被什么东西，就是又说什么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因为说这些话，就是让我们
你们觉得不在意的这些话，确实让我们受到创伤了。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越来越不自然了。对，我们是人，虽然确实难听话听太多了，但是面对你们喜欢我们也会喜欢你们啊，就是对，如果自己喜欢的人这么说自己，肯定，那这个伤害叠加了嘛。是，而且是我们说的那些很多的内容是已经是一个很长时间的浓缩了，就并不是一天两天的，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不记得了。所以我们开这个直播就是想跟大家说清楚，就是想要我们一起去改变，行吗？他们想提问2个问题，这里一个，这里一个。妈呀！那我们今天轮只关，现在几点了？现在04了。这2个问题尽快回答。好，你有没有排练？飘屏，我们在飘屏里看。啊，这个要说吗？我只能找机会。没有人有问题，他们都是一些画饼的问题。画饼的问题，这是问题吗？这是催债。问题进去准备怎么样了？每天都在沟通大概的，想法和一些设计都沟通完了，马上就要开始排练了。到时候怎么说呢？我们2个反正是，一起认真的去准备了这个大家送给我们的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礼物。我们2个非常用心的去准备了，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觉得我们说的话是真的是没有用，是吧？我感觉我们从头到尾已经说这些了，都开始说了，慢慢调整了，慢慢改变了，还有要来问什么？这个过不过，那个过不过的？过什么？他说3周年过吗？多这一嘴，什么问题？所以到现在还在想着有没有糖，有没有糖，有没有糖，而不是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是吗？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哪儿的糖？都别干了，我掀桌子了。好了，不想要的别要，别要，烦烦，要下，我要吃饭，排练去，拜拜。好搞笑哦！看，谢谢，拜拜。我刚生完气你就给他拜拜掉，那我这个他们就觉得我一直在生气了啊，没生气啊。那我已经拜拜了，那你再说2句拜拜。就是从头到尾就是希望我们开这个直播的问题是希望我们可以解决这些我们的问题，好吗？我们现在重点是解决问题，而不是什么时候发糖，什么时候发糖，什么时候发糖。知道吗？解决问题。再说2分钟，10分就要下了，明天还要早起，明天还要工作。刚刚那个人彪狼打，刚刚谁？彪狼。好，找他。我们家也工作了啊。对，
我们不去解决问题，怎么有以后呢？好搞，什么话呀，真的是好搞笑。好，大家多多打卡哈。唉，是的，我不是和社啊，我跟你是同一战线，不要打，听到没有？要解决问题，知道吗？不要在这说一些敷衍我的话，请跟我们解决问题，知道不？好好说，说了这么长时间了都没有用。现在问题是不是我知道你，那你没有安全感，我们就很有安全感吗？我们整天被这样子，我们就很有吗？那我们自身都没有安全感，自身都觉得很崩溃的情况下，怎么给你们安全感？我们自己都顾不了，还怎么顾你们？我们不是石头，我们是超人吗？我们只是2个月奔3的小女孩。这个话你不用说了，这个话你不用说了啊。我们才过了我们人生的1/3，好吗？还没活明白呢，我们就要管这么大一家子，怎么管啊？已经不行了，请问怎么管啊？以后再也不想开发布会了，希望我们好好的。什么话？不是吗？开发布会比我跳舞都累。行吧，就这样吧。最后说一句，解决问题，好吧？再见，再见。解决问题，拜拜拜拜！希望大家好好解决问题，成功解决问题，和气生财，和气生财。再见，累了，要去排练了。明天是我的兼任第一次亮相了，懂这个含金量吧，姐妹们？不要影响我的心情，不然我就发疯。不然都别想活。听见没有？好的，明天不求出彩，只求顺利。再见。